在我們的直覺中，防禦陣地上的機槍當然應該正對着敵人，敵人從前面衝過來，我們就在正面架一挺機槍，把火力直接潑過去，聽起來很合理。但真正優秀的防禦工事恰恰不會這樣布置，因為從正面射擊，很多時候無法充分發揮機槍的殺傷扇面優勢。這裡就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側翼火力，其中一種典型形式叫做縱射。它的核心邏輯並不複雜，不要想着正对着敌人迎头打擊，而是設法把火力布置在敵人側面，沿着敌人的隊形或者運動方向實施火力覆蓋。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可以設想一支部隊正沿着一條道路向前運動，如果機槍槍口正对着這條道路，那麼队伍最前方的敌軍會進入射擊範圍，後面的人则会被前方目標遮擋。在射手的视角下，敌人展現的只是一道狹窄的正面，很難把機槍的火力優勢完全发挥出來。可如果把機槍部署在道路的側面，射擊方向大致和道路走向平行，局面就完全不一樣了。敌人的整支队伍會像一条長線完整暴露在火力之下，這時火力面對的就不再僅僅是队伍的頭部，而是整個隊伍的全部縱深。簡單來說，二者的差別就是正面射擊打的是敌人队伍的寬度，側面縱射打的是敵人隊伍的縱深。听着可能有點抽象，我們來講一下真實戰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德軍的 MG-08 機槍並不是簡單的把槍口對着英軍正面，很多機槍被部署在能夠實施側翼射擊的位置，尤其是針對英軍进攻路線進行縱射。於是英軍步兵原本橫向展開的衝锋隊形，在德軍机槍手眼中變成了一條不斷進入射界的縱向目標。這也是為什麼索姆河首日德軍機槍火力能夠對进攻部隊造成巨大打擊。到了二戰太平洋戰場，這種思想變得更加明顯。日本的海灘防禦並不是簡單的把所有火力正对海灘，而是把正面火力、側翼火力和交叉火力組合起来。有些火力點直接覆蓋海灘，有些則從側翼沿着登陸路線實施縱射，同時利用雷區、障礙物和海灘地形減慢登陸部隊的推進，甚至把他們引導到預先設置好的火力區域，射擊方向和美軍登陸推進方向平行或者形成夾角。海灘正面依靠雷場、障礙物吃着对手，杀伤任務交給側翼的機槍與火炮實施縱射。更棘手的是，各個火力點還可以互相掩護，你進攻左側火力點，右側陣地就可以向你開火，等你轉頭對付右側，左側又會重新開始射擊。整套防線不再是一堵簡單的牆，而是一張立體交織的火力網。雖然美軍沒辦法硬衝正面，但後續美軍通過海空火力壓制、防空火炮、坦克、工兵和步兵協同，逐個摧毀日軍火力點，同時通過迂回、包抄和跳島戰略，繞開一部分難以攻克的堅固據點，切斷他們的補給和相互支援，逐步拆掉了整個防禦體系。所以防禦作戰真正的思路不是把火力平均摊開擺成一條直線，而是利用道路、山谷、山口、橋梁這類地點，再配合障礙物、雷區、鐵絲網，限制敵人的機動路線，迫使敵方隊伍進入預先規劃好的殺傷區域，讓敵人的隊形長時間暴露在側翼火力之下。所以一座設計出色的防禦工事並不是一個用來擋住敵人去路的混凝土盒子，而是一套精密設計的火力系統，掩體保護武器人員，射孔限定射擊角度，地形約束敵人進攻路線，各個火力點之間互相支援覆蓋。他追求的不是一堵正面硬碰硬的高牆，而是一張立體的火力網，迫使敌人只能走进預設的杀傷範圍。這就是側翼火力的核心價值。本期關於側翼火力的故事就到這裡。各位覺得真正優秀的防禦工事，最重要的是火力夠強，還是能夠控制敵人的運動路線更重要？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